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死刑我都认了，怎么？你们天天过来这样遛我，还不如去保一下小雷呢。他的事儿咱们回头再聊，先聊聊你吧。就算我杀了10个人，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啊？给你发活的那个人是谁啊？姓张的，我说过很多遍了。他具体叫什么名字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们都是靠行动，然后走现金。你知道他住哪儿吗？不知道。联系方式呢？你觉得这种事情，电话里合适吗？你们见面也得打电话约一下吧？你当自己是城市猎人呢？你说什么？你不可能不知道他的联系方式。我手机不是在你们那儿吗？你们可以去查呀。公安机关呢，从你那儿一共起获了6部手机，而且怀疑还有手机是被你丢弃或者销毁掉的。所以啊，我劝你给咱们大伙儿都省点事儿，趁早坦白了得了。二位法官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跟老张球关系都没有。他给我们揽活，我交账，然后钱平分，我走我的，他走他的。如果我知道他的事儿，我肯定向你们坦白，因为我临死的时候有个垫背的多好啊，是不是？但你老婆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什么老婆？你们在你老婆的夜总会交接讨债酬金，顺便把钱洗干净，一举两得，对吧？不可能！你们俩相信那个臭娘们说的话？他可不只说了这些，而且我们根据他说的情况，也查到了相应的证据。你每个月交接的时间、方式和数额，我们现在都已经掌握了。协助公安机关找到你的上家呢，这也算是一种立功表现，是吧？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找到你上家，那你们整个犯罪行为的分工就能够完整的链接在一起了。根据你爱人沈荣的供述，他的行为已经很接近是你的共犯了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其实你的上家是谁，我们已经知道了。今天过来就是想给你个机会。我老婆真的坦白了。二位法官，我隐瞒是因为我不想牵连我老婆。男人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做的。干非法催收的啊，按规矩都是半批。你这倒3成，比放高利贷能稍微多一点啊。但是这有点太不符合规矩了吧？他每次购买都是从国外的庄家那里去买，3成2成都有，都是花钱买。除掉成本以外，剩下就是我俩，就给我3成，这都是他说的，我怎么相信他的话？你先别着急啊，他那个联系方式你有吧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每次都是他的手下来找我。你别那么急，你把前面的按程序和格式都补上。王博，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派鲁南法官和我方院法官，就你和雷小坤涉嫌故意杀人一案的死刑复核，对你依法进行讯问。你对我们的身份有异议吗？没有。是否申请回避？不申请。你是否自愿向司法机关提供为你介绍非法清收业务人的基本信息？愿意。他的姓名？宗飞。别动啊，我给你开一个。来，少廷啊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不用。
薛东说你手上有段录音啊，而且这段录音很有可能涉及到邹亮和一个身居高位者的违法往来。少卿，这事儿得慢慢谈。怎么了？你真当人家是无知少女呢？都是跑江湖的，直来直去呗。录音在哪儿？金条在哪儿？我没法帮你找金条。你说你有证书，那你也要提供相关的票据，以及证明这一部分财产你确实交付给了邹亮。在确立了权属关系之后，我们再来谈这东西在哪儿的问题。今天我来找你拿的东西，跟金条不金条的没有任何关联。合着你闹了半天，就是空手来问我要东西？怎么？邹亮的东西是东西，我的东西就不是东西，是吗？如果你需要对价支付的话，我可以想办法按照那些金条的市值把钱付给你。我要的不是钱，我说了是。见证了生命中一段美好回忆。邹亮死了那么长时间了，你既没有去他的家里闹，你也没有向任何司法机关提出民事诉求，偏偏等到薛登出现之后，你想起了要见证这件事情。欺负人是？行，那我就不给了，怎么着吧？我告诉你啊，等我拿到这段录音，一旦发现这里面的谈话内容涉及到违法犯罪，我肯定要交给公安机关的。如果今天你不把录音交出来，我只能告诉公安机关你手上有这个录音，而且拒绝交出。到那个时候，公安机关会依法传唤，让你调取物证。好好想想，你怎么去解释你跟邹亮的关系？还有，探店网红跟已婚男性，你会掉粉的。就算我把录音交给你，你不是一样要交给警察？我可以跟他们说我是在其他地方弄到的呀，我也可以说是在邹亮家里找到的，或者是说邹亮在生前就交给我了。只要录音内容是真实的，那就不影响证据效力。把录音交给他吧。这段录音里面的谈话内容真的有可能跟邹亮的死因有直接关系。至于那些金条，我继续帮你找。如果实在找不到，我个人想办法补给你。有那个录音，真的能查出来亮哥是怎么死的？应该能。那你们好好找找，我没有这个东西。但是真的有那个录音，亮哥亲口跟我说的，也给我看了那支录音笔。我的意思是，他没有交给我，但那个录音确实存在。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事儿办完之前别给我打电话。怎么说我们也是发小，是吧？再说，是我在帮你办。说你帮我啊，我要的东西呢？2礼拜了，快了，就这几天，到时候再给你个惊喜。如果我听过，甚至觉得那个录音跟亮哥的死有直接的关系，我早就去找警察了。还有，大律师，我没有那么在乎掉不掉粉。你在这儿等我吧。老马不是你师傅吗？带我也见见呗。总得给老前辈留点面子呀！啊，好吧。您这不会是特意跑到金港来请我喝茶的吧？说起来真是巧啊！昨天我刚放下电话，我那边单子就出状况了，担保公司金港。
巧不巧？金港哪家担保公司啊？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不用，我那都是小事儿。哎，你那边提讯进行的怎么样？我听说金港出了个大案子，有2个小混混为了讨账，把人给关在笼子里，踹水里去了，有这事吗？师傅，你应该知道的。知道知道。哎呀，这离开院里好几年了，还是这习惯。你不说，我不问了啊。很谨慎。我要是中支管理局的，我现在就跟你小子分房。不说这些了。你今天要没有什么安排，喝完茶咱们找个地方吃饭。哎呀，你别说，我今儿啊还真有点事儿。再说了，我出差也不能喝酒啊，这话还是您教我的。人走茶凉啊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，你小子也学得这么跟我说话了。从我知道金港的担保公司从不接受私企反担保开始。陆南，我大老远的跑来，紧赶慢赶的，都是为你好。有人跟我反映，说你们办案人员手伸得太长了。我早就跟你讲过，在咱们法律圈，你不知道哪块云彩下雨。要是真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，什么后果？谁找的您？您让他自己来找我。师傅，我堵您的嘴啊，才是为您好。要不然等您把话都拖出来，我可能就只能办你了。踏踏实实挣钱，该买房买房，该买车买车，这不香吗？哎呀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还有事儿。回北京啊，回北京陪您喝酒。这么快，老马一定很不开心。能全身而退，他就偷着乐吧。哎，说向阳支队找到李亮的车了，而且从车内起获了300多的摇头丸和大量现金。老马好办啊，但是这事儿可能还不算完。会有人盯上你？那这人可算踢铁饼上了。输赢还不好说，不过就算这把牌我跑不了，好歹先把炸弹给扔了。走吧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没事，我当时真是慌了。那个受伤那人现在住哪个医院啊？我不行，哪天我去看看他去。你这属于见义勇为。哎呀，不过要我说啊，韩律师，以后得策略点儿。你像这种事儿，你就直接报警。虽说咱都大老爷们儿吧，但你没经过专业训练啊，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多不值得。我这不也第一次碰上吗？真慌了。行，那我就不送你了。哎，谢谢啊。好。这是乔律师被投诉的听证材料，包括我写的一些申辩意见，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。如果有可能，作为米耶格的代理律师，你也出一下你的意见，弄完之后送去律协吧。好，知道了。这个里边怎么还有你的监管问题？乔律师当时被拘留调查，案子本来就是我派给你的。要真是他出来之后还私下传送对方代理人，我肯定有监管不力的责任。那我的材料怎么写？就按你正常代理行为做陈述就好。你是无名小卒，怎么写不重要。一个领导，一个案外同事承担了责任，我这个代理律师反倒没事。
责任这东西，你下次再争取吧。可算是出来了，给我担心坏了，受委屈了。韩律师，韩律师回来了。韩律师回来了。韩律师好。好。哎。肖律师，等我一会儿啊。好。韩律师，我都听说了，谢谢。哎呦，您别这么说，主要还是乔律师。我知道乔律师也有参与，可他恐怕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人情我领了。肖律师以后再到我店里，不许花钱。公安呢，虽然把事实查清了，网上确实还有很多人在骂，您也别太往心里去。勒庞的书我也看过，少上网就是。忙你的吧。好嘞。宗飞，什么人？是我们海港辖区的吗？那我不清楚，但邹亮的案子总归你们管吧？没错，那案子是归我们队查。哎，你们有认真查吗？难公安道和法院是一样的，都是在职权和管辖范围内竞责。要我们出司法建议书吗？啊？你知道的，在我们审理案件的时候，如果遇到影响案件复核但又不属于我们法院管辖的问题时候，我们可以依据司法建议权向有关机构出具司法建议书。没必要搞那么麻烦吧？宗飞是吧？我就跟领导反映啊，保证啊。哎，小赵，找我是吧？对。这有点太敷衍了吧？他压根没让咱们掌握宗飞什么情况。人家有纪律，就不算是敷衍。赵新成真是那个意思，万一他就是敷衍咱们呢？你有点边界感好不好啊？尤其是干咱们这行，边界就意味着全责。你先别说教我，要不要咱们赶紧去跟肖闯说一声？这案子的任何人和事儿都不归向阳管啊！王博老婆就羁押在向阳呢。你咋不说他儿子还在柬埔寨留学啊？啊，他儿子在柬埔寨？我就是打个比方好吧。这些人都不是咱们复核案件的涉案当事人，就算他们被羁押，也不是因为咱们复核案件的案由。可大家都是刑事司法体系一份子，这时候分这么清楚，这事儿摆明了是有很强关联性的。反正我是干了这么多年，规矩我都懂。上有老下有小，对面还坐着个大领导，我是不敢胡来啊。这事儿里面，宗飞肯定是个关键人物。对，但是这事儿不归你管。田培旭的资金贷款流向也很可疑，说不好，而且这事儿还真不归你管。那对脱线律师现在调查的方向都是对的，而且很有可能他们手里掌握了重要的线索。也许吧，你别跟这俩人瞎掺和。是别跟他们掺和，还是真别跟他们掺和？靠边停车。我们一人去哪，南哥？注意安全啊！你好，交一下材料。怎么，还在努力？
这就是你要成为的人吗？你觉得你能够帮到某个人，救到某个人，能够挽回某件事，探寻到什么真相？为了任何能自洽的正义目标，不惜跨越规则，就为了完成自我感动。要是说践踏规则这事儿，任何人在您老面前那都是班门弄斧。你看错我了，我从来没有践踏过规则，恰恰相反，我在建立秩序。只有在秩序之下，才能振兴这个行业，才能帮到很多人，救下很多人。那我就有点没搞明白了，就这丰功伟业的还不够您忙活，天天还有闲工夫在这构陷乔小婷。是他一直在针对我。那现在不止他一个了。你有一个哥哥在向阳刑侦支队，没错吧？从王博爱人到韩冰那件事儿，里里外外都是他在办。程序法里好像有什么相关规定，我记得不是太清楚。但是他这么粗心大意，就算外面没人说，内部也得有人管吧？你想怎样？你说过的，你还有选择。张正退选，你交了吧？我哪有资格教主任怎么做呀？多事之秋，大概主任有他自己的考量。我不管你们那些破事儿，韩律师，你这次能够平安无事呢，主要是公安机关找到的关键物证。当然了，肖律师呢也出了很大的力气，还遭遇到了一些危险。是，我知道，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激。我就是来找你要回报的。肖律师呢跟我是搭档，你欠他的人情，我来替他跟你讨。没问题，只要我能办得到。左亮遇害那晚，在我抵达现场1小时之前，自他停车的江州银行门口周围2公里内，交通、安防、民防所有的监控录像我都要。肖律师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要的这些，我不仅没有任何权利调取，相关机构也不可能泄露，这根本办不到啊。这就是那晚出事的地方吗？那天晚上天太黑，我没什么印象。这离你店门口也就不到100米，只有这一片区域呢是监控盲区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其中，而你呢，还在监控画面里。乔律师，你这么说什么意思？你那晚保护过毛毛？是。他跟我说那个小伙子有可能要引诱他吸毒，所以我赶紧让他先走了。不是那会儿，是更早的时候。来，准备好了，15、20、20。来，15、25。15、20、15。15、25。不好意思，收拾一下。快，15、20、15。哎呀，小邹，来，过来收拾一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最终你还是不肯放过李良，可能是因为你真的很讨厌毒品，又或者是说你无法容忍有人在你店里搞事情。正当防卫，有可能，反正监控没拍到，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发生了防卫挑衅。我真的想不通你为什么会这么看我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当然，你和肖律师的人情我肯定会记得，只是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
尽快找来。哎，你是不是接到挪车电话了？挪车？没有啊。也对，我才是车主。没事没事。哎，一会儿你要是接到那挪车电话，你不用管。我的车被套牌了，好像就你开那辆。我非逮着这孙子不可。哎，你别冲动啊！你找着之后打122报警。妹妹，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吧？我打的。那孙子的车呢？套着牌那个。没车也没套牌，我打电话就为了把你翻过来。站住！又没人买你心虚什么呀？哼，你这姑娘真逗，是不是中午吃水果吃多了齁着了？啊？哎呦，法院呢？是不是可以协助一下我们的工作啊？您这刑事审判庭的大姐，刑事，我怎么协助你？你怎么帮你那个好基友的？给我们也招风抓个药呗。哟，我这儿今天可比所里热闹。不是因为免单，因为我辣酱吃完了。保证供应。我第一次感觉到被人威胁有多么恶心。邝北平，你怎么知道？尽管我想不出来还有谁能够威胁到你，但只要有，你8、9成都会去找乔律师。现在跑到我这儿来生闷气，那只能说明你怕告诉他了之后，让他替你担心吧。总之呢，我是非常非常的生气。说来也巧，今天也有人威胁我，还是借你的人情。乔律师吗？他为什么要威胁你？乔二良，乔二良，你给我出来！尊重一下人家嘛。你能不能在乎一下人家窝尿的人的感受啊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能怎么办呀？去邹亮家里头翻个底儿调，找金条。如果真的是有这段录音的话，那将是扳倒邝北平的决定性证据。你现在要搞清楚，你到底是要扳倒邝北平，还是查清邹亮的死因，还是找出朱红的下落？这俩其实是一件事儿啊。不是朱红的下落首当其冲，这才是我们的工作。如果你说严培旭那笔银行的贷款流向可能和朱红有关，这我认。但是邝北平和邹亮之间到底有什么可能和朱红没有直接关联？如果这个线索查不下去，就别跟进其他线索了，你越界了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俩都不是第一次越界。是我们都不是第一次越界，但是你之前说过相对公平，我们之前一直在追寻的是这个相对公平，不是像现在这样连底线都放弃。不是肖律师，我是不管你为了什么，如果遇到阻碍就寻求非法手段，那你找韩律师干嘛？找邝北平不是更好吗？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你认定的黑的也能洗白，不可能的也能实现。可是你当法律不存在吗？我真的崇拜过你。看来到此为止了。我以为你是不会变的。喂，美女，大姐，江湖救急。金叶。对，
江湖救急。怎么了？妹妹，你大胆地往前走啊！你们俩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这备胎。听官方的回答，官方的。我俩偶遇，他非说要请我吃什么海鲜喝气泡水，说这儿的海鲜特新鲜，你们坐啊，一起吃点。这个气泡水海鲜都不长肉。这户外景观大卡座，除了物美价廉，还有什么别的妙处？你们俩上回找完我之后，派几个兄弟在这儿蹲了一段时间，发现这个宗飞的主业就是专门低价收购境外赌博公司的债权。当然，仅限欠债的在金港之内，把这些债权收回来，大家钱一分，就有点像那个不良资产处置。对，有点那个不良资产处置那意思啊。那你俩在这蹲谁呢？这么回事儿。这最近这外城的码头人人皆知，有一个搞海运的老梁在网上玩百家乐，欠了大几百万，4艘船，一个厂房，都抵进去了。不出意外，这笔单肯定是宗飞来抄底。我这么问吧，这位方法官为什么会和你在这儿？这姑娘，法官大人非得问我在哪片替你找宗飞。我说西滨港啊。他说这宗飞最应该出现在什么地方？我说船厂啊。然后他就买了这些东西，那我就吃呗。所以你认定宗飞肯定会来这儿？关键是这笔账的数太大了，而且这外城码头这本身就是他地盘，他应该会亲自来收这笔账。我猜测啊，你们明断。逻辑缜密，果然是聪明绝顶。我是赵新成，正在除暴安良，出了副本就回电，不回就是宣区了。现在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，你们谁认识宗飞吗？或者说谁知道他长什么样？那就算他来给我们上菜，认不出来也没用啊。为什么跟着我？你能搞清楚谁在威胁谁？干什么呢？别往那边看，穿花衬衣、小矮个儿、领头那个，他跟贩毒的有关联。之前就是他用刀威胁肖律师来的。有熟人这事儿，什么？这船厂码头一般都有3、5伙人，余杭没准儿也有6家主理。可这摇头丸、托拉斯，这肯定是只能一伙人，要不然非得打出狗头来不可。这家伙要是跟贩毒的有关系，那肯定跟宗飞是一道的。那你自己能搞定吗？拜托，不是所有的光头都是超人好吗？我能对付2个，你们俩怎么样？那还能怎么样啊？报警啊！报警？说什么？人家又没打又没杀他。肯定是非法催收啊！这么多人，
要不然就是使用暴力手段，要不然就以暴力手段相威胁。你相信老梁会在公安面前承认自己欠赌债的事儿吗？怎么还不报警？说好的底线呢？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来这儿干嘛。如果宗飞没有出现，我们就报警了，会不会打草惊蛇？别干了！哎，老板娘，老什么老板娘？别干了！去跟着他们，你们在这盯着那帮马仔，要是什么情况的话，给我打电话，我可不想被全后包夹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我这就3个人，这一群呢，你好歹假仗一下。这事儿没得商量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。你走我后面啊。哎，我，哎，哎，有你们这么跟踪的吗？大大方方的不行吗？就你们这样，分分钟能被人发现。我先过去探探虚实。哎，如果情况不妙，立刻报警。阿伯嘞，阿伯嘞。哎，谁呀？你管我谁呢？宗飞在哪儿？我要见他。有一个什么事？他卖的货把我一哥们儿给抽死了，你说什么事儿？快点，让他进来。他会不会有什么情况啊？让他成，肯定有情况。那咱报警吧。从判决结果来看，没什么问题啊。朱红并没有死。